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二欢。今天分享的电影是女主角失格。鱼鸟暗恋丽泰很多年，自从丽泰被她的母亲抛弃，鱼鸟一直守在丽泰身边。丽泰性格孤僻，但她在学校很受女生欢迎。鱼鸟认为丽泰一定会和她告白，但安达的出现让她的愿望落空了。安达因为跟老师打小报告，被班里的小混混报复，在所有人都袖手旁观时，只有丽泰站出来帮安达。鱼鸟原本还在赞美丽泰是暖男，可是丽泰突然说她接受了安达的告白。鱼鸟不相信丽泰会选择平凡的安达，但很快他发现安达并不简单。安达在丽泰被小混混报复时武力值爆棚，但在小混混跑掉后却突然变柔弱。鱼鸟看到丽泰关心安达，他意识到丽泰被抢走了。鱼鸟决定抢回丽泰，他用丽泰的合照亲安达，又拿出丽泰的校服宣示主权，可安达完全不在意。鱼鸟不甘心就这样认输，可是他发现从来不等人的丽泰竟然愿意等安达查资料。鱼鸟知道自己输了，他听到女生们议论安达配不上丽泰，他认同了女生们的话，结果被安达听到了。安达没有生气，反而跟鱼鸟道歉。他说知道鱼鸟喜欢丽泰，如果丽泰选择了鱼鸟，他也不会怨恨。鱼鸟觉得安达在装好人，明明是他抢走了丽泰，现在却说自己是受害者。鱼鸟想理论，可是看到丽泰牵着安达的手，他觉得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。就在鱼鸟伤心时，同班的红光突然和他搭讪。鱼鸟对红光没什么印象，但红光却一直关注着他。红光跟鱼鸟告白，说会帮他忘记丽泰。鱼鸟解释他对丽泰的感情很认真，红光却说羽鳥ちゃんは寺坂君が好きっていうより10年間思い続けてる自分が好きなんだね。そんなことない。红光没有对鱼鸟认真，他认为陷入爱情是可控的。然而鱼鸟却因被夺走初吻而伤心，他害怕丽泰知道，所以拜托红光保密，这反而引起了丽泰的注意。そいつ嫌がってんだろ。鱼鸟为了让红光保密，同意了私人约会。红光告诉鱼鸟，丽泰看到他们亲近的样子吃醋了。鱼鸟很激动，但当丽泰去被生煎后，安达却突然指责鱼鸟，说他利用红光伤害丽泰的做法很过分。鱼鸟觉得很委屈，安达却说为他和丽泰好才会这样说。红光觉得安达很虚伪，他提醒安达可以和丽泰分手，成全鱼鸟和丽泰，安达却不说话了。偽善者ムカつくよね。鱼鸟改变了对红光的坏印象，觉得他是个温柔的男生，同时他还发现丽泰会因为他的突然离开而担心。可是鱼鸟听到丽泰说喜欢安达，是因为羡慕安达有成为记者的梦想。丽泰甚至自卑地认为，俺が持ってないもんがあいつにはいっぱい詰まってんだ。梦想那样闪耀的东西，鱼鸟不曾拥有，因为这些年他唯一追逐的只有丽泰的背影。鱼鸟知道自己比不过安达，他决定放弃这段单恋。可是安达因为要出国学习，突然拜托鱼鸟暑假陪伴孤身一人的丽泰。安达的离开给了鱼鸟新的希望，他打算整个暑假都陪着丽泰。好友提醒他，这样只会是安达的替代品。好友建议鱼鸟暑假不要见丽泰，这样丽泰才会在意他为什么没有出现。只要丽泰忍不住联系他，就说明丽泰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了。鱼鸟下定决心不见丽泰，他想等再次见面时变成更好的自己。暑假里，他强忍着想见丽泰的冲动，不断地提升自己。丽泰注意到鱼鸟的消失，他开始打听鱼鸟的消息。鱼鸟以为自己就快成功了，可是他没有等到丽泰，反而是红光找到了他。鱼鸟知道红光是个花花公子，他没有在意红光对他的告白，像好友一样和红光相处。约会结束后，他们遇见了红光的前女友，也是红光曾经的家教老师。鱼鸟看不惯家教老师甩了红光，却自以为是，认为红光忘不了他，对红光呼来喝去。
鱼鸟告诉老师，红光很优秀，值得被认真对待。平光くん振ったこと絶対後悔するからね、おばさん。红光感到欣慰，他告诉老师自己对他没有兴趣了。今はさ、目が離せないんだ。あの子から。回家时，鱼鸟没忍住给丽太打电话，约他明天一起去烟花季。让他意外的是，丽太竟然同意了。烟花大会上，丽太特意为鱼鸟买了章鱼烧，还在人多的时候护着它。鱼鸟第一次感觉丽太把它当女孩宠，可是红光突然加入，让他们的气氛变得怪异起来。红光支走鱼鸟去领考乌贼，丽太知道鱼鸟和红光约会了，他警告红光不要玩弄鱼鸟的感情。红光却指责丽太表现出一副关心鱼鸟的样子，其实是放不下无条件喜欢他的鱼鸟而已。鱼鸟回来时没有看到红光，他发现丽太不开心，以为丽太误会了他和红光的关系。鱼鸟解释他只有丽太，他希望丽太能明白他的心意。可是丽太却悲观地认为鱼鸟也会像母亲一样离开，就像暑假没有他的陪伴，鱼鸟也过得很开心。鱼鸟的所有努力都被丽太否定了，他只好离开。可是看到丽太孤单的身影，他不忍心让丽太一个人。鱼鸟放下了所有矜持，把为了让丽太在意才会不见他的小心思毫无保留地说出来。でも決めた。もう離れない。こんな優しかったっけ。夢じゃないよね。鱼鸟发现丽太变沉默，他认为刚刚的吻也许只是丽太的一时兴起，但丽太却说正是因为想吻他，现在才会变纠结。鱼鸟知道丽太有认真考虑他们的关系，他不想错过这次机会，所以鼓起勇气表白了。可就在丽太回答时，安达突然打断了他们。丽太被安达叫走，他承诺明天之前会和安达做个了断。鱼鸟终于看到胜利的曙光，可是第二天，他和丽太牵手的事在学校被传得沸沸扬扬。安达和他宣誓主权，告诉他不用再帮忙照顾丽太了。鱼鸟没有理会安达的话，他只想知道丽太的回答。可红光拦住了安达，告诉他如果喜欢丽太，就不择手段将丽太留在身边。安达被红光的话启发，在丽太要说分手时，他故意晕倒，以身体出问题为由，利用丽太的责任心，让她无法说出分手。鱼鸟没想到丽太会选择安达，更没想到丽太会说不想再联系他。只是他不知道，丽太转身离开后，他哭得泣不成声。鱼鸟不知道丽太的无奈，他只知道自己从未拥有过丽太，便已经彻底失去她了。然而在他的心被彻底掏空时，红光找到了他。余計なこと考えなくていい。傷つかなくていい。ただ俺だけを見てればいいから。鱼鸟将心里的空白渐渐填满了红光的影子，他不再追随丽太的背影，只享受和红光在一起的时光。然而在他看不见的角落，丽太总是默默对着他的身影发呆。休学旅行开始了，鱼鸟决定把自己作为礼物送给红光。他和红光约好一起去看摩天轮。当他们挑选好情侣钥匙链准备付款时，鱼鸟发现收银员是丽太的母亲。丽太的母亲不仅再婚，还生了好几个孩子。鱼鸟担心丽太会受刺激，他没多想，带着丽太逃走。直到红光提醒，他才发现自己牵着丽太的手。但鱼鸟的计划没有被这个小插曲打乱，他仍决定将自己交给红光。只是在电梯里遇见丽太，看到小时候一起看过的夕阳时，鱼鸟有一丝动摇，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。而丽太没能留下鱼鸟的样子，只能看着手机里的照片，回忆曾经的点滴。鱼鸟见到了红光，丽太也去照顾安达。丽太听到安达房间里有人在说鱼鸟的坏话，她冲进房内，才发现说话的人是安达。
安达知道无法再隐瞒内心的阴暗面，他承认为了把丽泰留在身边，骗他说自己身体不好。安达以为丽泰会责怪他，但丽泰却自责，因为他让安达受到了伤害。安达不忍心再利用丽泰的善心，他让丽泰说出那天想说的话。而另一边，鱼鸟将之前没买成的钥匙链送给红光。红光没想到鱼鸟会对他这样用心，他希望鱼鸟能获得幸福，所以问鱼鸟此刻心里浮现的人是谁。面对安达和红光的追问，丽泰和鱼鸟想到了彼此，他们想起曾经一起经历过的那些欢笑，那些疼痛，那些以为已经遗忘的过去。他们终于明白，那些相伴的岁月已成为彼此的羁绊，即使在旅程中遇到新的人，但当看到一起看过的夕阳，回忆起那些相互陪伴的岁月，他们都意识到彼此是无可取代的。鳥が好きです。歌が好きです。安达不再执着，他选择成全丽泰，红光也选择放手，让鱼鸟去追寻自己的幸福。丽泰去找鱼鸟，途中他遇见了母亲。鱼鸟听说丽泰遇见了他的母亲，他看到丽泰独自坐在高塔上，担心丽泰会想不开。等他赶到，丽泰却说站在高处是为了能让他找到。丽泰和母亲和解了，只是他不知道这样一无是处又狠狠伤害了鱼鸟的自己，是否还有资格站在鱼鸟身边。鱼鸟给了他回答，そんなリサが私のヒーローなんだよ。世界でたった一人の。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见。